你除了王氏酒坊建庄20年来第一瓶双金奖酒，舅舅却带我上台领奖。小川啊，先别忙活了，这几天酒坊账上周转不过来，你的工资就先不发了，你没意见吧？舅舅，酒坊刚拿了双金奖，订单都排满了，每个月流水大几10万，连我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吗？小川，你别看酒坊拿了奖名气大，但其实不赚钱啊。买进口原料要钱，渠道打点要钱，设备折旧还贵，哪都要钱，真不赚钱啊！不赚钱？我在这研究室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而你带着10几万的劳力士金表，风光无限的去领奖，这叫不赚钱？现在精酿这行难啊，生意不好做，我都是倒贴钱给你发工资，你作为主酿得再努力点才行啊。咱们毕竟是一家人，这2转葡萄就当抵你这个月工资了，反正都是一家人，你舅还能跑了不成？现在居然用4箱葡萄顶工资。这可是空运过来的特级金苹果阳光玫瑰，1串就要60块，这2串加起来比你这几天的工资还要值钱。舅舅，我们说好的合伙开酒坊，利润对半，2箱葡萄就能抵我1个月的辛苦。行了，我再多给你1瓶咱们刚拿奖的陈酿，这酒外面排队都买不到，我有多少老友求我都没舍得给，今天算我大方，送你了。拿我酿的酒给我当工资。对了，下个月大客户程总要来考察，全省顶级连锁酒店的酒水采购权全捏在他手上，这事关乎王氏明年的生死。你这几天把状态给我调到最好，到时候用你酿的酒好好表现，绝不能出任何岔子，听见没有？哼。阿川，你可算回来了，今天发工资了吧？宝宝的奶粉快吃完了。苏然，你天天在酿酒坊对着葡萄还没腻呢，怎么买了这么多？这就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舅舅说酒坊亏损，用这2箱葡萄和这瓶酒抵了。酒坊亏损？我昨天刚在朋友圈看到，他买了一套价值500万的独栋别墅，还晒了红彤彤的房产证。他有500万买别墅，没钱给你发工资。好了，苏然，拿2箱葡萄来糊弄我们全家，宝宝的奶粉钱他都不放过吗？别吵了，建国毕竟是阿川的亲舅舅，现在外面工作难找，能忍就忍忍吧，别把亲戚关系闹僵了。爸，这还是亲戚吗？这分明是喝血的畜生！舅舅，5年前你求着我合伙，如今酒坊拿了金奖，你换了500万的别墅，却只给我2箱葡萄。既然你把亲情当抹布，那我林川也不伺候了。川哥，拿着。阿峰，你这是干什么？听说你最近为了给酒坊升级核心发酵设备，凑钱快筹疯了。2年前我妈生病，是你2话不说借了我2万块钱救命。这笔钱我攒够了，还有我找老板预支的工资，今天连本带利还给你。钱我收下了，但是我不升级王氏的设备了。不升级了？那你打算做什么？自己开店。小川啊，最近酒坊的产量上来了，你一个人实在辛苦。我做主给你招了个机灵的学徒，你就带着他学习，以后不用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了。学什么？就学些酿酒的日常工艺，控温啊，发酵时间啊，你随便教教就行。是不是还要教他们酿酒的秘方？都是一家人，计较那么清楚干嘛？再说了，方子放在你一个人手里，万一你出个意外，咱们王氏这么大一个摊子怎么办？你总得为大局考虑考虑。堂哥，我爸可是给了你王氏酒坊这么大平台发挥，现在我爸就提这么一点点要求，你还要藏着掖着，做人可不能忘本。说的冠冕堂皇，不就是怕我带秘方单干，想把我的底牌彻底榨干吗？我知道了。爸，我就说林川是个窝囊废吧，你还怕他在程总面前坏事？这不屁都不敢放一声。小五，舅舅果然早就准备好了。这就是你林川师傅，你小子机灵点儿，师傅干什么你就跟着干什么，一步都不准落下，给我好好学。老板放心，我一定寸步不离。小川，你们先忙着，明天饭店开金奖的庆功宴，记得喊你爸妈一起来啊。想偷我的核心配方，
就怕你连皮毛都看不懂。怎么，上厕所你也要学？是不是还得记一下我尿哪个坑？师傅，我这不是怕漏了什么关键步骤吗？您去。喂，王老板，我是昨天再联系过您的林川。哦，林老板啊，铺子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您明天下午有时间吗？明天可以直接签合同。没问题，明天下午5点，铺子门口见。好，明天见。王建国，你就抱着你的学徒慢慢学吧。等我自己的店开起来，我会让你知道，属于我林川的东西，一分一毫都不缺。建国啊，还是你有本事！这双金奖一拿，咱们老林家在这一行算是彻底站稳脚跟了。这全是你的功劳啊！那是自然。为了这个奖，我这一年砸了整整300万的宣传成本。300万？不过这都是小钱，只要10天后我和程总的单子谈成，全省10几家连锁酒店的酒水权全是咱们的，一年至少2000万的纯收益。小川，过来给大家倒酒。这酒是你酿的，你最懂。今天就由你来伺候各位长辈，也算给你个表现的机会。小川啊，要不是你舅舅心善，赏你口饭吃，你这辈子哪有机会碰这种高档的酒？还不快多谢你舅舅！舅舅，既然明年有2000万的收益，那阿川这个月的工资是不是该当面结清了？苏冉，你懂不懂规矩？大喜的日子你提钱，诚心找晦气是不是？规矩，欠债还钱就是最大的规矩。阿川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您却拿2箱葡萄抵他的血汗钱。您换500万独栋别墅的时候，想过您亲侄子的孩子连奶粉都要吃不起了吗？葡萄怎么了？那也是我花钱空运的，我给你们家饭吃，你们不感恩戴德，还敢在这个时候扫兴，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建国哥给你们工作就不错了，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知足。建国，苏冉说的对，这酒是川儿熬了几百个通宵，熬坏了身体酿出来的。奖也是他拿命换回来的，你这么糟践他，就不怕遭报应吗？建国，我们林家虽然没你有钱，但我们绝不容许你这么欺负我儿子。这亲戚大不了不做了。好啊，全家人一起跟我叫板，没有我王氏的牌子，他林川酿的酒就是一滩尿，谁会喝？舅舅，既然2000万的买卖全靠你王氏的牌子，那下个月程总来考察，你自己去酿。看你这块牌子能不能酿出金奖的味道。想要钱可以，只要你今天给自己倒满，敬我这杯酒，我高兴了。不仅发你这个月的工资，下个月程总的奖金我分你1杯羹。一个连奶粉钱都要找我开口的窝囊废，最后还不是得乖乖向我低头。好，这杯酒喝了，咱们才算是一家人。来，干杯！林川，你疯了是不是？你把酒洒在地上，你当是敬死人啊？你说的对，这杯酒就是为了祭奠我在王氏酒坊给你卖命的那5年，也是为了祭奠咱们这断了的亲戚情分。我们走。滚！都给我滚！出了这个门，你以后就算跪着求我，也别想再回酒坊工作。川儿，刚才妈是不是太冲动了？咱们今天当众让她下不来台，是不是给你闯祸了？刚才你那杯酒洒得真解气，可那是彻底撕破脸了呀！你舅舅那脾气，以后你还怎么跟他相处？他肯定会变着法子的折磨你、刁难你。我不回去了。求人不如求己，这世上只有自己才靠得住。爸，当初开酒坊时他说的天花乱坠，说我出技术他出钱，利润5-5分。结果呢，酒坊不挣钱的时候，他借机没利润不给我发工资。现在得奖挣了大钱，他换别墅买豪车，却连奶粉钱都不想给。这种人永远喂不饱。这王氏酒坊的招牌是他王建国的，但那酒是我林川酿出来的。你的意思是，我要自己开店，我要让他看看，离了我林川，他那块招牌到底值几个钱。好，
我们再也不受他鸟气了。你把酒坊东西收拾收拾，我们自立门户。也是时候去新店铺签合同了。林老板，家里人催了，要不先接个电话？不用管他，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王建国，从今天起，我林川酿的每一滴酒都与你再无半点瓜葛。这5年你欠我的，我会亲手拿回来。小川，这是葛叔最后一次来给你送货了，最后一次。葛叔，咱们不是一直合作的挺好的吗？你舅舅王建国把供货商给换了，他嫌我的货贵，背着你签了城南姓吴的供货合同。城南姓吴的，他要把酒坊现在用的优选菌种全部换成城南那个姓吴的提供的廉价工业菌，那玩意儿杂醇超标，用这种东西催出来的酒，短期靠香精压着没事儿，喝酒了上头伤肝。王建国为了省1半的成本，连这种断子绝孙的钱都挣。葛叔，您在这行干了一辈子，最看重的是什么？还能是什么？良心。这葡萄长在土里，菌种养在瓮里，骗得了天，骗不了喝它的人。葛叔，如果我离开王氏，开一家讲良心的新酒坊，你愿意跟我合作吗？小川，我等这句话等了整整3年，你早就该出来单干了。王建国也只能在外头吹牛，咱内行人的谁不知道王氏酒坊全靠你撑着。以后只要是葛家园子里出的特级红提，谁来我都不卖，我就给他烂在树上也得给你留着。林老板，方案我都看过了，你要求的那个恒温酒窖是重点，我带弟兄们连轴转，7天后我一定交给你一个全城最顶级的酒坊。辛苦师傅了，工程款完工会第一时间打给你。王建国，7天后程总来签合同，我会让你知道，没有我的王氏酒堂到底值几个钱。冉冉，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吃饭了吗？阿川，我今天回娘家了，爸妈给了我10万块钱，你拿去用吧。冉冉，岳父岳母一直觉得我窝囊，没让你过上好日子，你怎么开口的？我跟他们说，我男人是全省的双金奖酿酒师，他的手艺值1个金矿。我爸骂了我半个小时，但临走还是把钱塞给我了。他说他信他女儿的眼光，全当是入股了。放手去干吧，阿川，我也想让所有人看看，离了那个吸血鬼舅舅，我老公到底能飞多高。川儿，这是我和你爸这些年攒下的，本来是留着给你爸看病，给咱们防老的，现在你先拿去顶上。听你妈瞎叨叨什么？我这身子骨还能再扛10年。川儿，你在王建国那儿受的鸟气，爸妈心里跟明镜似的。咱们老林家的人骨头不能软，拿去把店给我风风光光的开起来。爸妈，冉冉，这钱我林川一定让他翻着10倍100倍的回来。王建国，你以为断了我的工资就能让我走投无路？你永远不会明白，有一种底气叫家人，这笔债我会亲手跟你算清楚。林川先生，恭喜你，加急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了。我林川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牛马。王建国，你霸占了我的金奖，践踏了我的心血，现在好戏开场了。爸，咱们那的广告已经铺遍了全城的连锁酒店，所有人都以为程总明天签了字，咱们王氏就是这省里唯一的酒业霸主了。只要这单成了，对我们200万的广告就能换来2000万的合同，到时候我们扩建做成全省最大的工业勾兑工厂。老板，那批新酿的工业酒，我闻着味儿不太对，总有一股化学药剂的涩感，这要是程总喝出来……闭嘴！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程总是什么身份？他喝的是地位，是咱们的招牌。只要香精加的够，他那个级别的盲人哪有心思去品什么杂醇？这是城南工业菌种的检测数据，杂醇超标30%。长期饮用这种酒，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和肝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批菌种绝对不能入库发酵。什么超标不超标的？这满篇的数据我看不懂，我也不想看。林川，搞清楚你的身份，
你只是个后厨管酿酒的，进货、成本控制那是老板该操心的事儿，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但这关系到王氏酒坊的招牌，一旦出了严重的质量问题，甚至喝出人命，能出什么问题？这工业菌在市面上用了多少年了？那些低端酒厂天天用，你见哪家喝死人了？说白了，你就是觉得没用你熟悉的材料，怕你自己酿不出好酒。怎么拿了个奖，真把自己当林家的主子了？你想拿这些废纸来挑战我的权威？好，那我就让你看看，你引以为傲的东西，在我眼里到底值几个钱？我看你还怎么拿这些破酒给我摆谱！王建国，你疯了吗？疯的是你，在这儿一切都是我王建国说的算。你酿的酒再好，只要老子不高兴，他连一滩臭水都不如。臭酿酒的也敢在我面前放？砸得好，爸，使劲砸！什么双金酒？我们要的是效率，是暴玉。你彻底断了自己的生路。待会儿程总进门，你给我把嘴闭死！爸，您放心，这种大场面，他这种只会蹲实验室的土包子也接不住。哼，小川，你要是敢坏了小浩的前程，坏了我2000万的生意，我要你们全家在这一行消失！既怕我当众揭穿化工勾兑的底牌，又想让你儿子踩着我的心血上位。王建国，你的算盘打的未免也太小了。程总，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恭维的话免了，酒呢？我今天来就是要喝拿了双金奖的精酿。马上，程总您稍等，保证让您大开眼界。程总，这位是我的接班人王浩，这壶酒可是由小浩亲自把控，结合了双金奖的核心配方，引入了最前沿的高科技工艺，专门为您调配的全新特酿。小浩，快给程总展示一下。这壶酒的酒气比老方子浓郁了足足10倍，不仅口感更加醇厚，生产效率也翻了几倍，绝对能满足您旗下所有酒店的需求。浓郁10倍，那是因为你们加了超标的乙酸五锂和劣质香精。林建国，你现在吹得越高，等会儿摔下来的时候就越响。程总，怎么样？果香是不是很浓郁？您快尝一口。程总，您是不是喝得太急？王建国，你他妈拿这种工业勾兑的垃圾来糊弄我！杂醇超标，满口的重金属甜味剂，你敢说是金奖品质？你是觉得我没喝过好酒，还是想毒死我？程总，这一巴掌只是利息。王建国，从你拿2箱葡萄抵工资时，王氏酒坊就已经完了。这种为了钱不顾底线的黑心酒坊，从今天起，程氏集团全面封杀。王建国，你别想再卖出1滴酒！给我滚！程总，误会，这绝对是误会啊！拿这种毒酒招待我，还敢大言不惭谈什么2000万的合作？这是新工艺，可能是醒酒的时间不够长，您听我解释。还有你，永远别想踏入行业半步。程总，这不关我的事儿啊，我只是负责端酒的，都是后厨发酵出了问题。小川，你之前藏在后院恒温区的那几十瓶好酒呢？快拿出来给程总喝，那是真正拿了双金奖的绝版酒啊！拿双金奖的精酿是你酿的？程总，双金奖的酒确实出自我的手，但您今天喝不到了。林川，你疯了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跟程总这么说话？还不快滚去后院拿酒救场！舅舅，你忘了吗？昨天中午，你为了给我一个下马威，是你亲手砸碎了林氏酒坊最后的几十瓶陈酿，一滴都没有留下，劣币驱逐良币，自掘坟墓，活该你们林氏今天砸了招牌。小川，舅舅错了，舅舅真的知道错了。你现在重新酿，你手艺那么好，你一定有办法补救的，对不对？只要你能把程总留住，林氏酒部主酿的位置永远是你的。酒坊倒了，你也没工作了啊！王建国，我不干了。王建国，我不干了。妈的，连奶粉钱都凑不出的穷鬼，装什么清高？不就是想借机拿教要钱吗？只要这单2000万的合同稳住，这10万块打点钱砸也得把它砸回来。程总，您先息怒，底下人没见过大世面，闹了点小情绪，我这就亲自处理，保证5分钟内给您一个极其满意的交代。林川，站住！演戏演够了吧？你不就是嫌工资低，想趁火打劫吗？这里是10万块现金，只要你现在去后厨给程总调酒，这钱你立马装进兜里带走。我当着程总的面保证，
以后你的月薪挣到10万，这下你总该满意了吧？汤哥，差不多得了，10万块啊，够你这种穷族干多少年了？我爸这是给你脸，别不知好歹，赶紧拿钱干活去。几天前还说酒坊经营不善，工资都拿葡萄抵，现在为了救命，10万块倒是拿得痛快。想通了，同意了就赶紧拿钱滚去干活。舅舅，你以为你这点臭钱能买回你亲手砸掉的酒铺基业吗？林川，你别给脸不要脸，10万不够是吧？行，这次程总的合同我破格给你100万分红，这100万够你少奋斗20年了，只要你点头，这就当是舅舅给你的赏赐。当初你求我合伙，满口答应利润55分，亲戚不吭亲戚，如今2000万的利润，你拿100万出来就觉得是天大的赏赐。我呕心沥血撑起王氏酒坊，而你换别墅买豪车，却不肯给我开工资。王建国，你哪来的底气，觉得我林川的尊严只值100万？别说100万，就算你今天把1000万拍在我面前，我林川也不干。别说100万，就算你今天把1000万拍在我面前，我林川也不干。林川，你今天要是跨出这个门，你就别认我这个舅舅。以后就算你跪下来求我，王氏也不会再要你。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去查一下这个林川。是，程总。程总，您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他就是个干苦力的，不懂规矩。咱们的王老板，留着你的钱交罚款吧。爸，2000万的单子就这么没了。咱们宴上和程总合作的酒瓶包装，整整定做了100万瓶。林川，你敢坏我生意，我绝不会放过你！小川，开业大吉！这可是我那园子里最好的一批果子，一早现摘的，全给你送来了。谢谢葛叔，这批果子我一定让变成最好的精酿。阿川，咱们今天第一天开业，连个广告都没打，你说能有客人来吗？放心，酒香不怕巷子深，我们的广告在酒里。这都一上午了，连个问价的都没有。这可咋办呀？别提了，王氏酒坊现在的酒根本没法喝，一股子工业香精味儿，喝得我直犯恶心。可不是嘛，自从林师傅走了，那酒简直变了味儿，这酒葫芦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打了。等等，小李，你闻到了吗？好浓的酒香，错不了，就是这个味儿，这是林师傅酿的酒。林师傅，可算找着你了，赶紧给我打10斤。没问题，还是老方子，原汁原味。前面的兄弟快点啊！听说林师傅今天准备的酒有限，去晚了就没了。阿川，爸妈，除去货款和水电房租，我们今天一天就纯赚了3万块。阿川，爸妈，除去货款和水电房租，我们今天一天就纯赚了3万块。3万！小川以前在王氏的酿造车间里当牛做马，没日没夜的守着酒缸，一年到头也攒不下这么多钱啊！王建国那个黑心肝的，当初用2箱破葡萄羞辱咱们，克扣小川的血汗钱，老天有眼，老天爷终于开眼了！爸妈，冉冉，这只是个开始。王建国从我们家拿走的、克扣的，我都会堂堂正正、一分不少的拿回来。信我，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老板，打听清楚了，川酿那边今天人满为患，队伍排到了街角，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3天后了。爸，那帮老东西全跑他那儿去买酒了，咱们这几天1瓶都没卖出去。他林川算个什么东西？离了咱们王氏的招牌，他不过就是个泥腿子，他凭什么能拿到这么多订单？你好，哪位？请问是林川师傅吗？我是程氏集团程总的助理，程总对您的酒坊很感兴趣，想今天下午亲自登门拜访，不知道您方不方便？终于来了，方便，随时欢迎。爸妈把几10年的养老本全砸在了店里，还有冉冉找岳父岳母借的钱，葛叔赊的果子。今天我必须留住程总，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干净纯粹，这才是做酒的地方，比王建国那个暴发户装修顺眼多了。程总，请坐。林师傅，我就开门见山了，我只喝好酒，只认好酒。把你这儿你认为最好的酒，开一瓶给我尝尝吧。请。和以前的味道一模一样，甚至后调的果香更纯粹，果香在舌尖上简直像活过来了一样。因为这是同一个方子，用的是同一批老菌种，也是同一个人酿的。哈哈哈哈！拿出来。林师傅，这是全省14家连锁酒店的年度酒水采购意向书，1000万级的单子。如果你愿意，我请跟你签。林师傅，这是全省14家连锁酒店的年度酒水采购意向书，1000万级的单子。如果你愿意，我想跟你签。有了这笔单子，川酿就可以跻身江城酒坊头部。王建国，你用2箱破葡萄把我扫地出门，以为能憋死我。今天我林川靠自己的手艺翻盘了。程总是个痛快人，承蒙厚爱，川酿定不负所托。哎呀，程总，听说您屈尊降贵来了这种不入流的小作坊，我这个做朋友的特意过来拜访您，顺便帮您把把关啊。王老板，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哈哈哈哈哈！程总，我可是好心过来提醒您，这14家连锁酒店的年度酒水采购项目，您还是得跟我合作。王建国，王氏酒福的陈酿可都让你自己砸干净了，你拿什么跟程总合作？拿你勾兑的工业酒精，还是拿你脸上那层厚面皮吗？你个吃里扒外的畜生！大人说话哪有你这个毛头小子插嘴的份儿？他刚才给您喝的那个配方，是他在我们王氏酒坊上班期间研发出来的。按照他当年签的劳动合同，这叫职务发明，是属于王氏酒坊的知识产权。程总，我们王氏已经正式向局里提交了这套核心发酵配方的专利申请，这是受理书。您要是今天签了这字，以后这酒因为侵权被查封，您的14家连锁酒店可要承担巨额的连带赔偿责任啊！职务发明，王建国，你还要不要脸？当年我研究这个菌种的时候，王氏连个像样的温控发酵缸都没有，是我自己掏钱租了私人地下室，熬了无数个通宵拿命试出来的。你除了克扣我的工资，给过我1分钱的研发资金吗？林川，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你个法盲，你怪职在王氏酒庄名下，不论发不发工资，工作期间你拿出来的东西就是王氏的。你现在单干就是偷窃！偷窃？你们父子俩顶替我的荣誉上台领奖的时候，怎么不谈偷窃？林师傅，我很欣赏你的手艺，但程氏集团不做有法律风险的生意。这份合同，等你们的知识产权归属有了明确结果，我们再谈。小川，跟我斗，你还是太嫩了。没有我的允许，这酒你一滴也别想卖出去。没有配方，你这家破店连1星期都撑不下去。小浩，我们走。阿川，怎么会这样？你和程总的1000万大单只差临门一脚，王建国他凭什么抢走你的心血？畜生！我去王氏找他拼了！爸，狗咬了你，难道你要咬回去吗？对付这种人，要用合法的手段，一击致命。他不是要谈法律吗？这套配方是我6年前第一次改良时留下的原始手写记录。5年前，王建国见我酿酒小有成，才提议我技术入股，和他合开王氏酒坊。法律绝不会偏袒无良老板，他想用职务发明来抢我的心血，做梦。林先生，证据链非常完整。从法律层面上看，这场官司你的赢面极大，足以驳回王氏的专利申请。
那麻烦您尽快帮我提起诉讼。但是林先生，这里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什么问题？王建国那边是有备而来，他们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诉前临时禁止令，法院今天上午已经批准了。也就是说，在判决正式下达之前，为了防止侵权扩大，你现在的川江酒坊必须立刻停止使用这套配方生产任何酒类。判决下来要多久？知识产权官司取证繁琐，快则3个月，慢则半年。这半年里，你的酒坊恐怕面临无酒可卖的境地。爸，这招粉底抽筋太绝了！3个月不能用核心配方，川江的酒缸都得着毛。哼，一个只会干苦力的臭打工的，有点手艺还敢跟老板叫板？离了这套双金奖酿酒配方，他林川算个屁！马上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全城的酒客都知道，川酿现在就是个空壳子。我要亲眼看着他关门大吉。房租每个月2万扣着，葛叔那边刚拉来的葡萄定金压了5000，还有前几天定做的实木品鉴桌和酒架，这些全是要现钱的。如果真的按照这纸命令歇业3个月，咱们的资金根本撑不起，不出1个月，这店就得彻底倒闭。王建国这个黑心肠的畜生，他是算准了咱们没钱耗着，这是要生生把咱们一家人往绝路上逼呀！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他要挖咱们的根，老子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去跟那个王八蛋同归于尽。爸，你冷静点，你要是出了事，咱们这个家就彻底散了。爸妈，冉冉，都坐下。王建国以为用一纸诉状封了那套双金奖的配方，就能彻底掐死我，但他忘了，手艺长在我身上，脑子长在我头上。我既然能酿出第1种双金酒，就能在3个月内酿出味道更惊艳的第2种。阿川，你已经整整2天2夜没合眼了，算我求你喝口汤去睡觉，你这样身体会垮的。儿啊，妈知道你心里苦，就算这酒王最后关门了，大不了咱们回老家种地种葡萄，总能活下去。你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川儿，爸今天下午去把那辆2手比亚迪开出来了。爸虽然年纪大了，但车技还在。我明天开始去跑滴滴送同城货，一天下来也能挣个200块，贴补店里的租金。对，儿啊，还有妈，隔壁你李姐开了一家保洁公司，专门给新楼盘做大扫除。我都说好了，明天开始我跟着他们去当保洁，手脚利索点，1个月能拿6、7千呢。阿川，我下午也去外卖平台注册了骑手，晚上我可以出去送单，咱们全家人一起努力。外面的开销和债务我们能顶得住，你不要有心理负担，就算真的研究不出来全新的配方也没关系，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难关总能渡过去。我林川何德何能拥有这世上最好的父母和妻子？王建国，你以为用资本手段能把我打进深渊，却不知道我身后站着的是一座永远不会塌的高山。爸妈冉冉，我还扛得住，信我，我能研发出新配方。王建国，你的禁止令封不住我了，新配方老子研究出来了。小川，法院那个禁止令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你别太上火，大不了咱们歇几个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可叔，配方我已经升级了。这发酵温度的曲线，还有这混合菌种的比例，小川你疯了！这个发酵方向我干了一辈子想都没想过，这要是控制不好，一缸酒可就全毁了，酿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法喝。能不能喝，酿出来就知道了。好，就冲你这股不服输的拼劲儿，这桶试验酒的成本，葛叔全包了，全当陪你赌一把。这发酵局曲线太邪乎了，这玩意儿喝下去不会拉肚子吧？拉就拉吧，为了小川拼了！
绝了，真绝了！我老葛喝了一辈子的酒，第一次喝到这么绝的味道。这酒的香气层次，竟然比原来那个双金奖还要惊艳100倍。王建国以为能用一张废纸困死我，现在这下轮到我反击了。爸，3个月的禁止令一出，临川那个破店，光算每天的房租水电就能把他耗死。我看他绝对撑不过3个月。3个月，我看他连1个月都挺不过去。等他资金链一断，川酿破产清算，那个双金奖的配方就彻彻底底归咱们了。到时候咱们再找个中间人，低价把他店里那批新买的实木发酵糖和恒温设施全接盘过来，这也算他孝敬我这个舅舅的了。就是，让他狂，最后还不是给咱们做嫁衣。老板，不好了，川酿今天重新开业了，门口队伍都排疯了。开业了，好啊，真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偏来投。法院的禁止令还贴在他脑门上，他居然敢顶风作案。爸，他这是公然藐视法庭，侵犯咱们的专利，咱们马上报警抓他，不仅能封了他的店，还能再狠狠敲他一笔巨额赔偿。不是的，老板，他没有侵权。我们找人去打听了，临川用的根本不是以前那个配方，他研究出了一套全新的配方。放屁！这满打满算才过去了4天，4天时间，就算是酒神下凡，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究出一套全新的发酵配方。你敢拿这种鬼话糊弄我？老板，是真的，我专门换了身衣服，偷偷混进他们排队的人群里买了一瓶，我刚才自己尝了一口，这新配方酿出来的味道，比咱们之前的双金粉还要好。这怎么可能？4天，他到底是什么怪物？而且，临川还在店门口放了话，让咱们备好律师，等着法院的传票。法官大人，临川那家破店前几天上的所谓新酒，绝对是拿我们王氏以前的库存老酒掺水勾兑出来的。他怎么可能在短短4天之内搞出什么新配方？我要求法院立刻彻查他的地下酒窖。就是，他不仅偷我们的老方子，还拿勾兑酒骗人，赶紧让他关门赔钱。陈律师，把东西给他们看看。法官大人，这是由国家级酿酒实验室出具的全成分图谱分析及年份鉴定报告。报告显示，川酿酒坊上架的新酒发酵周期和物质结构与王氏老酒完全不同，是一套跨时代的全新工艺。王老板，在铁一般的科学数据面前，您的凭空捏造不觉得可笑吗？肃静！现在宣判，关于原告临川诉被告王氏酒坊知识产权权属纠纷一案，经本院查明，原告临川提供的早期手写研发记录、私人发酵室租赁合同以及具备法律效力的第三方时间戳证明，形成了完整且闭环的证据链。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涉案的双金奖核心发酵配方系原告临川在被告王氏酒坊成立前由其个人独立研发完成，不属于职务发明。本院依法判决如下：第一，驳回被告王氏酒坊的专利申请，即日起解除对原告临川及川酿酒坊的诉前临时禁止令。第二，鉴于被告王建国在诉讼期间恶意捏造事实、滥用诉权，对原告名誉及商誉造成严重损害，判令被告王氏酒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万元。第三，责令被告必须以王氏酒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市级主流媒体头版及王氏酒坊正门显眼处连续30天张贴公开道歉信，消除恶劣影响。罚款5万，还有30天公开道歉。爸，那咱们王氏的脸面不就全丢光了吗？以后谁还敢来买咱们的酒啊？阿川，我们赢了，你的心血保住了，这群坏蛋终于遭报应了。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我赢吗？我花了那么多律师费，不仅没拿到配方，还要倒赔5万去公开道歉。王总，对方的证据太扎实了，而且您在庭上胡言乱语激怒了法官，这结果已经是轻的了。您还是赶紧回去准备道歉信吧。废物，全都是废物！舅舅，我说过，属于我的东西，你1分1毫都抢不走。这1个月的道歉信，麻烦您好好写，字写的大一点，好让全城的人都看看王氏酒坊到底是怎么起家的。看来舅舅不仅想道歉30天，还想进去吃30天免费饭。
你找的什么狗屁律师？现在好了，输了官司，专利没抢到，老子还要在这公开道歉1个月，上赶着给他临川做活广告。爸，谁能想到那个窝囊废早就跟咱不是一条心，5年前就留了后手，连法官都向着他。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咱们的客源全抢光吧？赢了官司又怎么样？做生意靠的是真金白银的资本。小浩，咱们仓库里临川以前酿的那些因为保存不当变质的次品酒，还有后面大规模勾兑的工业酒，还有多少？咱们的工业酒还有整整3大个仓库的存货，次品老酒也有几百箱压在库底，根本卖不出去。把这2种酒全部按比例掺在一起，重新灌装封口，给我把价格直接砍掉1半，全渠道铺开，打上正宗双金奖工艺良心价回馈老客户的标签。爸，砍掉1半，那咱们连包装和物流的成本价都收不回来，每卖1瓶咱们还得倒贴钱啊！赔钱就赔钱，把迈巴赫和别墅卖了，还有之前的盈利，手里有的是现金流，想碾死他一个刚刚起步的私人小作坊，轻而易举。我们就打价格战，用他临川自己以前的酒，把他彻砸死在泥潭里。王氏酒坊底价回馈，正宗双金陈酿，全线半价。王氏双金奖原厂直供，只要半价，同样的工艺1半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这可是去年拿双金奖那个牌子的老酒啊，以前一瓶难求，这几天怎么跌成白菜价了？你没看网上的爆料吗？都传开了。那个最近挺火的川酿酒坊，其实就是从王氏酒坊偷了点技术出去单干的。酒都是一模一样的酒，人家川酿就是换个新包装，卖贵1倍，明摆着割韭菜呢。原来是这样，差点交了智商费，那还是买王氏的划算，反正都是一个味儿。给我搬2箱。阿川，王建国这招太毒了，他们这是恶意欺刷，拿掺了水的工业酒来打价格战。这几天的进店人数断崖式下列，连几个说好今天来拿老酒的熟客都没见人影。网上的留言也越来越难听了，水军都在带节奏，说我们是高价智商税。阿川，要不我们也跟着降价吧，哪怕利润薄一点，咱们先把客流量稳住再说。不能降。可是再这样下去，我们的货就会全部挤压。冉冉，你要明白，我们的定价每1分都花在制作成本中，这已经是保证原材料品质的合理底线。如果为了迎合王建功的恶性竞争去降1半的价格，除非我们也在酒里兜水加香精，但我临川绝不会为了赢去砸了自己的良心招牌。再者，做生意搞促销，初衷应该是把实惠回馈给懂酒爱酒的客人，而不是拿来当做恶意碾压同行的杀人刀。如果我们今天也跟着把价格砸穿，2家为了斗气把市场搅成一锅乱粥，首当其冲被挤到破产的是市面上那些本本分分做生意的小酒妇。确实，恶意打价格战走到最后就是死路一条。王建国想用钱把我砸死，那我就让他看看真正能得到市场长久认可的到底是被资本扭曲的低价低质，还是实打实的品质。哎呀，小川儿，听说你这几天生意惨淡，在享清福，舅舅特意过来关心关心你。爸，您看他这估计连明天的电费都交不起吧？哪像咱们店买酒的队伍都排到2条街超外了。生意火爆，靠着贴本大甩卖换来的流水也叫生意。王建国，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当初靠压榨我赚来的那些家底还够你这么挥霍多久？你少在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老子有的是钱砸。等把你这个破店彻底挤兑关门了，这市场还是我王氏一家独大，到时候涨个价，今天亏的钱我早晚翻倍赚回来。至于你，就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等你饿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说不定跪下来求求我，我看在亲戚的份上还能赏你一口剩饭。赏我饭吃？怕不是你招不到比我更好的酿酒师吧？你还是先留着钱，等着赌你价格战的窟窿吧。妈，
要不是找不到好师傅，我要来这儿受小兔崽子的气。等你店倒闭了，看我怎么收拾你！林川，你怎么能这么恶毒？你想出来单干，我爸不怪你，还好心来看你，你居然威胁他！你嫌我们王氏半价回馈老百姓，挡了你卖高价酒的财路，就逼着我们跟你一起涨价割韭菜，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这老板怎么这样？自己卖的贵，还不许人家打折？就是啊，我看他就是想垄断市场，心太黑了。大家评评理，我是个有良心的企业家，我就想让老百姓喝上一口便宜的好酒，他非逼着我把价格抬上去，这不是坑人吗？王建国，你敢不敢拿一瓶便宜卖的好酒，现场让大家看看是真的好酒，还是拿劣质勾兑酒和过期老酒充当正品？你少血口喷人，你就是嫉妒我们卖的好，便宜有什么错？怎么，便宜的就是坏的吗？你就是看不起普通消费者。小伙子，做生意不能这么黑心啊！人家老板降价是给咱们老百姓做好事儿，你想多赚钱也不能拦着人家吧？就是黑心商家实锤了，自己卖高价智商税，还敢当街威胁良心企业，大家一起曝光他，让他这家店趁早倒闭。穿的人模狗样的，背地里这么欺负老实人，难怪店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活该！王老板，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算我求求你了，把拖欠我们工人的2个月血汗钱发给我们吧，我妈还等着钱做手术呢。哪来的疯子？我不认识你！保安呢？赶紧把他拉开！大家别信他的，他是林川找来的演员。你们撒谎！我在王氏干了4年发酵工，这是我的工作证。你为了打价格战搞庞里，钱周转不开，你硬生生扣发了我们几10号工人2个月的底薪和加班费，大家伙都快活不下去了。王建国，你还是老样子，为了自己的私欲，底下人的血汗钱都贪。当初大家都知道是林师傅一手撑起的酒坊，听说就是你贪了林师傅的分成，他才出来单干的。好家伙！原来这良心企业家是靠吸工人的血搞半价促销啊，还贪分红，连工人的钱都扣，这种人卖的酒谁敢喝？指不定里面掺了什么脏东西。大家冷静，不要听信谣言。我们王氏酒坊作为大企业，资金链非常健康。公司最近在做薪酬架构的结构性优化，工资咱们不是不发，而是缓发、慢发、有节奏的发，这是企业管理的正常流程。好一个有节奏的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用人单位未按时足责支付劳动报酬的，属于恶意欠薪。你不是什么企业管理，这叫违法。什么违法？这是我们企业内部的事儿，没说不罚。王建国，怎么，你还想再发2箱葡萄抵工资吗？今天当着全街老百姓和这么多镜头的面，你是现在转账发工资，还是我们马上打劳动监察大队的电话，让执法人员请你回去有节奏的喝茶？赶紧给人工钱！什么狗屁良心酒，以后白送我都不喝。对，抵制王氏酒坊，以后谁买他家的酒，谁就是给黑线血缘工厂递刀子。发钱不发钱，今天别想走！把视频发到网上去，让全城看看他的嘴脸。发，我发。财务系统刚好维护完，财务系统是不是维护好了？现在立刻马上给底下工人们结工资。什么叫账上钱不够？从我的私人信用卡里借，已经通知下去了，马上就发。咱可是良心企业。林师傅，谢谢你。快去医院看你母亲吧。爸，现在网上的视频满天飞，咱们的名声全毁了。这1个月的价格战，加上今天被迫补发的几百万工资和滞纳金，公司的现金流已经彻底见底了，信用卡也刷爆了，我们打不起价格战了。不，我没输，我有渠道，有包装，有场地，我只是因为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酿酒大师。只要有好酒，市场照样买账。喂，王总，我是王建国，给我找人，找业内最顶尖的酿酒师，必须是海归精英，拿过国际大奖的那种，年薪200万不够就300万，不管花多少代价，我要让他用最先进的酿酒技术拿下双金奖。我们这个月新到的配方，您可以尝一下。林师傅，生意兴隆啊！不知道现在咱们还能不能借一步说话？当然，程总，里边请。林师傅，最近发生的事儿我都了解了。上次在店里，我没有第一时间信任你，这杯茶我向你道个歉。无论是打赢官司自证清白，还是面对王氏恶性价格战时的陈愤定力，这2件事你处理得相当漂亮。我程某人很少服人，但你算一个。程总言重了，在商言商，涉及千万级别的合作，谨慎是本分。如果一味因为亲疏关系就偏听偏信、盲目下注，那才是真的坏事儿。就像我曾经被王建国用亲情死死绑架，盲目信任了5年，险些万劫不复。商业的规矩比虚伪的感情牢靠得多。14家顶级连锁酒店，未来3年的独家年度酒水采购权。林师傅，我想跟你签。不仅如此，
为了弥补我上次的迟疑，采购价我可以在之前的基础上再上评10%。程总的诚意我看到了，但我有一个条件，如果不能答应，这份合同我不能签。哦，说来听听。未来3年，无论酒店那边的订单量多大，交付期多紧，川酿供货的所有酒水必须100%使用我们自有培育的核心老菌种和慢发酵工艺。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工业速速菌种替换要求，不接受未将效率以次充好。在商场上，向来是拿着钱的甲方提要求，哪有乙方敢在千万级的大单面前硬刚规矩，反向限制甲方的？这是我对酒的底线。好，我就喜欢你这股子守规矩的傲气，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骨。我答应你，签字。魏大师，一路辛苦了，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把您盼来了。林总，寒暄就免了。刚下飞机，这国内的空气真是让人窒息，连呼吸里都带着一股子尘土和劣质酒精的酸臭味，哪像我在法国波尔多，连风里飘着的空气都是甜的，全是醉人的葡萄藤香气。那是，国内的环境确实不如国外。我的时间按欧元计算，别浪费时间了，直接带我去看看你们的酒庄，希望不要太让我失望。林总，这就是你信誓旦旦跟我保证的顶级硬件？就这种破铜烂铁，在波尔多的乡村小作坊里早就被当成废品卖了。魏大师，这可是我们前2年刚换的设备。你们国内这些老掉牙的土法子，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真正的分子级控温酿造。你们就靠这种粗制滥造的铁皮罐子，怎么可能发酵出真正高级的单宁？国内的酒难喝，就是因为你们的手法太低级。灾难，简直是灾难！在这么恶劣的发酵环境里，这种落后的配套设施根本没办法发挥出我1%的实力，这是对我这双拿过布鲁塞尔金奖的手的侮辱！你别立刻停工，所有的温控系统、发酵杠、橡木桶，甚至连一根导管都必须换成欧洲原装进口的全自动竖块设备，少一个零件，这酒我不酿。你们另请高明。什么都换，这得花多少钱啊？不行，就算卖了全部身家，我也不能在双金奖比赛输给林川。没了他，我一样能得奖。我要让程总知道，他和林川签下的合同是他这辈子做过最愚蠢的决定。好，换。只要魏大师能用国外最先进的技术酿出彻底碾压川酿的酒，这套进口设备的预算我不设上限。阿川，双金奖比赛的帖子送来了。去年你熬了那么多大夜，奖杯却让王建明拿去显摆了。这次也该让大伙认认那口好酒到底是谁酿出来的了。以前我连走到台前的资格都没有，这次我要拿咱们川酿的新方子，用我林川自己的名字，堂堂正正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我信你，王建国请的那个海龟，机器买的再贵，也酿不出你手里的活儿。那就让他见识见识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土办法到底能不能打。王总，见识到了吗？这就是波尔多级别的数控发酵，温差死死卡在0.01度以内。说实话，你们国内这水质太硬，空气里全是杂菌，连葡萄也是些劣质货。要不是我这套全封闭的进口设备强行压着，就你们这破条件酿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法验。那是，咱这穷乡僻壤哪能跟法国比呀？这次全仰仗魏大师和您的这套高科技了。听说对面那个叫林川的还在用什么破烂土窖搞手工控温，还美其名曰什么听气泡的声音，真是荒谬绝伦。在欧洲现代工业的绝对精度面前，他那点可怜的匠人手艺就跟拿大刀长矛去挡机枪一样，纯属找死。王总，把心放肚子里，这次比赛我会用最正宗的西方工艺让他好好见识什么叫科技碾压，什么叫降维打击。好，有您这句话我就踏实了。这次比赛我要让林川输得连底裤都不剩，直接卷铺盖关门。我和王建国合伙开酒坊5年，王建国拿着我熬尽心血写出的配方，换来了王氏酒坊的双金奖和1000万身家，却用2箱烂葡萄把我扫地出门。他以为能把我一辈子踩在泥里，我咽下的每一口憋屈，面对的每一次打压，都淬化成了这瓶新酒。 王建国，王氏酒坊因我夺得的双金奖而火，
如今就在双金奖比赛彻彻底底的做个了结吧。爸，咱们真就把全部身家都压在那个魏博身上。这几天他在车间里天天摆谱，把咱们本土的酿酒手艺贬得一文不值，说国外连空气都是甜的。这半洋把子真能稳赢林川？你以为我真信他那些崇洋媚外的鬼话？哼，他整天嫌这嫌那。说实话，他弄出来的那个样品，我粗人一个也没尝出来到底比林川的好多少。但他在国外拿的那些金奖总不是假的，精酿行业就吃他那一套海归精英的名头。为了万无一失，我早就做了2手打算。爸，您还有后手？这次精酿大会的初审和决赛，所有的参赛酒都要送到后场的倒酒区，由组委会统一开封醒酒。只要买通筹备工作人员，趁着端上台之前，给林川的酒里加点料。只要这药水倒进去，任他技术再高，那桶酒也会变成一缸泛酸的马尿。王委员，这次精酿大会全靠您在后面张罗，真是辛苦了。这点微薄的心意，全当是给您添点茶水钱。王总，这怕是不合规矩。双金奖精酿大会可是全国酿酒师最高规格比赛，纪律严格，我可不好办啊。王委员，明人不说暗话，决赛现场的倒酒区是您的管辖范围。林川的酒一倒，在开封醒酒的空档，您把这个倒进去，神不知鬼不觉，药效只要过了评审时间就会挥发，查不出任何痕迹。这100万是定金，等林川落选，我再给您送50万。王总，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上，这事儿我帮你办了。哟，这不是咱们自立门户的林大老板吗？怎么，今天来参加这么高端的大会，就提着这么个破箱子来啊？小浩，怎么跟长辈说话呢？人家小川可是带着土法匠人的招牌来的。你就是林川，是我。我会在一会儿的品鉴台上让你明白，国际最顶级的全树矿工艺和你那种乡下泥腿子的手工酿造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魏大师的威名我听过，不过酒好不好不是靠嘴说的，更不是靠一身洋牌子装出来的。哼，希望你的酒能坚持到决赛环节，别在初选就被倒进下水道。我会拿着冠军奖杯目送你回法国的。林师傅，您在自家舅舅酒峰获得双金奖后，据说因内部奋力不均离开，今天以个人的名义参赛，和老东家打对台象，和国际大师正面交锋。请问您对今天的比赛有几分胜算？家丑不可外扬，我就不信你小子敢当着全国直播的记者的面说出真相。之前可是被我赶去幕后吃得死死的。上一届的双金奖是我熬了几百个通宵酿出来的，但别人厚着脸皮代替我上台领了奖，并且在得奖后只给我2箱葡萄做每月工资。这一次，我以川酿的名义参赛，我要亲手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我的天，拿了双金奖的顶尖酿酒师，1个月工资就给2箱葡萄，这跟白嫖有什么区别？真不要脸啊！亲外甥的心血都抢，妥妥的黑心资本家。林川，当着全国直播的镜头，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这是造谣，是污蔑！登记。你站住！把话说清楚再走。王总，请问林川师傅说的是不是真的？您真的厚颜无耻的夺走了他的荣誉，还恶意欠薪吗？王氏酒坊前几天的欠薪视频事件，是不是也和这种压榨员工的企业文化有关？请正面回答。保安，保安呢？把他们轰走，无可奉告。总决赛首先登场的是代表王氏酒坊的国际首席酿酒师魏博先生。这是波尔多最前沿的树矿恒温技术与本土高糖度葡萄的完美结合，它的发酵曲线在电脑的干预下没有一丝一毫的人工误差，是现代精酿的绝对标杆。工业控制确实做到了教科书级别，果香非常工整，弹性的结构也很稳定，挑不出什么杂味的瑕疵，是一件标准成熟的工业艺术品。爸，听见没？评委说挑不出瑕疵，咱们赢定了。老头子，评委评价那么高，川儿亲手做的土坯能比得过人家那个什么高科技电脑吗？这要是输了，川儿这半年的心血可就全毁了。听到了吗，小川？你那个破烂土窑酿出来的酸水，赶紧自己倒了吧，免得一会儿端上去脏了各位泰斗的舌头。香气确实工整的如同教科书，但是太死板了，它少了一股活气，少了一股在泥土里挣扎生长的野性。这像是一瓶被超级计算机精准设计出来的工业液体，而不是自然生长经过匠人淬炼出来的酒。
接下来有请另一位决赛参赛者，代表川酿酒坊的林川师傅。老头子，你看评委那表情，是不是酒坏了？怎么会这样？阿川出门前明明检查过的。哈哈哈，王委员果然靠谱，那瓶药水起效了。发酸发臭的马尿滋味不好受吧？林川啊，林川，在全省最高规格的品鉴会上端出这种垃圾，你不仅输定了，酿酒师的执照也会被当场吊销。明天你就是整个行业的最大丑闻，彻底完蛋了。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祖传手艺，连最基本的品控都做不到。你们本土的祖传手艺就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只有我们西方的酿造体系才是真理。为了对付你，居然让我从波尔多飞来，简直是白白浪费我的时间。真正懂酒的人是用舌头去品，而不是用鼻孔看人。如果你连酒都没看明白，就别拿你那套崇洋媚外的歪理在这儿丢人现眼。林川，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嘴硬？评委都被你的假酒毒得说不出话了，就应该当场取消他。安静，请各位保持安静，听听评审团的意见。我倒要看看评委一会儿怎么把你骂得狗血淋头。林川，我问你，这杯酒到底是不是你亲手酿出来的？来了来了，老太都发火了，这小子死定了。是，从选果到发酵，全是我一人亲手酿造。林川，早就听说你是所谓的天才酿酒师，这酒，哼。我相信小川，这酒绝对没问题。傻眼了吧？被老太斗当众训斥，吓得连话都不敢说了。敢拿掺了药水的馊马尿上台，今天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这酒真的太好喝了！好喝，评委说好喝。老头子，你听见了吗？我就知道咱们川儿是好样的。我就知道阿川的心血绝不会白费。不可能，这酒明明……我不服！凭什么我的波尔多级全少矿原浆你们说太死板？他这种连品控都无法保证的乡下土方子，你们却给出这么高的评价，这绝对有猫腻！哼，林师傅，不知道方不方便让这位海外归来的魏大师亲自尝尝你的手艺？请便。我气呀！我早就听说你是个天才，可你居然把这么好的手艺、这么绝妙的酒，死死捂到今天才拿出来。我这把岁数了，这种好酒那是喝一天少一天。黑幕，这绝对是黑幕！林川肯定是收买了你们这群老头子。那个海归酿酒师，他才喝了一口就被那假酒恶心到干吼了，这酒根本就没法喝。这半洋狗子还真挺会演戏啊！连干口都演得这么逼真，为了雇他，老子可是借了不少高利贷。现在看来，这钱花的值。没错，公道自在人心。魏大师，您是拿过国际金奖的专业人士，别怕他们组委会的黑势力，大胆说出来，这杯酒到底是个什么垃圾味道？魏大师，我的酒到底是什么水平？这会场里，你的舌头应该最清楚。快说啊！快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他酿的是酸马尿，快毁了他！你个暴殄天物的混账东西，敢当着我的面偷酒！你作为一个酿酒师的品德去哪儿了？太好喝了！怎么会这么好喝？我输了，我输得心服口服啊！魏博，老子给你开几百万的年薪，你居然帮着他说话！你联合外人来踩我，你作为国际酿酒大师的职业道德呢？职业道德，国际大师，我当年就是因为连最基础的发酵温度掌控不住，在国内的酿酒圈子里混不下去，比不过别人，才像个丧家之犬一样逃到国外的。你胡说八道！你明明拿了那么多布鲁塞尔国际金奖，履历上写的清清楚楚。金奖，那种所谓的国外大奖，就跟你们王氏仓库里那些卖不出去的打折勾兑酒一样，全是包装出来的营销噱头。那种野鸡比赛，交了高昂的报名费就能参赛。1万多个人去报名，最后组委会发出来1万多个金奖，人手一个。我每天穿高定端架子，高高在上的看不起国内的手艺，其实全是为了掩饰我骨子里的屈辱和自卑。但是今天喝了林师傅的这杯酒，我彻底释怀了。不管是国外最顶尖的机器，还是国内的土办法，没有对酿酒纯粹的热爱，
根本酿不出活的酒。林师傅的这杯酒里有被辜负的苦涩，有自责的懊悔，有不破不立的坚决，更有冲破万难后胜利的喜悦。这才是真正的酒魂。说得好，这酒初入口时苦涩交织，五味杂陈，但越往后品，却越是甘甜醇厚，滋味百态中能让人感受到一股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希望。这就是一瓶神酒。林师傅，对不起，是我太过自卑，嫉妒您的才华，才大言不惭地诋毁您。感谢您今天用这杯酒开导了我，打醒了我。从今天起，您就是我魏博的恩师。不可能，假的，全都是假的！你们这些老不死的，一定是收了林川的黑钱，在合伙演我。这酒怎么可能会好喝？明明什么？舅舅，你把后半句话咽下去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当着全省媒体的面说，你明明已经收买了后台的人，把我的参赛酒换成了发酸的马尿？太卑鄙了！为了赢，竟然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用得出来。王建国，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这绝对是林川自导自演的陷害。监控里只有王强一个人，凭什么说是我指使的？捉贼拿赃，你们说我买通的，证据呢？我和那名内应连1分钱的银行转账记录都没有。大家不要被带了节奏。我看就是林川这小子心机深沉，故意找人演了这么一出苦肉计来泼我脏水。您不能因为一段似是而非、连声音都没有的哑巴监控，就抹杀我们王氏酒坊的清白。我们王氏酒坊好歹是上一届官方认证的双金奖得主。舅舅，你到现在还觉得只要王强出国跑了，就死无对证吗？让车！王建国，你个王八蛋，你害死我了！是他，全是他指使我的。这就是他给我的黑市化学提香剂，他许诺给我100万，只要我把这东西加进林川的酒里，毁了林川的参赛样本。王建国，你真是行业的败类！经组委会紧急合议，即刻起，王氏酒坊过往奖项作废，永久取消王氏酒坊参加全国任何精酿赛事的资格。完了，王氏酒坊全完了。王建国，你涉嫌商业破坏与行贿，请立刻随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林师傅，我输了，您让我看到了中国精酿真正的脊梁，我会留在国内，潜心学习如何真正酿好一瓶酒。虽然发生了一段不堪的插曲，但真金不怕火炼。现在，我代表组委会和全体评审团正式宣布，本届全省精酿大会总决赛当之无愧的冠军得主是川酿酒坊林川。那是我儿子。爸，咱们现在怎么办？全省通报封杀，这辈子都不能参加比赛了，酒坊的名声全臭了。还能怎么办？为了把咱们俩保释出来，刚才一口气交了整整50万的罚款和保证金。现在王氏酒坊的公账上真是1分钱都掏不出来了，连底裤都赔光了。那咱们赶紧回工厂开车，趁着消息还没传到供应商耳朵里，把库房里的机器和存货全拉走卖了变现。你们是谁？想干什么？这里可是警局门口。王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拿不上冠军被抓局子里，连借钱的恩人都忘了？为了凑钱，请那个什么法国海归，为了买你车间里那些破铜烂铁的进口设备，您私下在我们老板那儿借的那3000万高利贷过桥资金，那不是还有半个月才到期吗？我们老板可是全程看了比赛直播。林老板，你们王氏酒坊现在全省通报封杀，这还款能力非常可疑呀。我现在真没钱了，刚在里面交了50万保释金和罚款，几位大哥通融通融，等我回去把工厂抵押。抵押？全省通报封杀的毒酒服现在连根葱都不值，银行早就把你们拉黑了。连本带息一共3300万，限你3天之内连1分钱都不能少的打到账上。3天后，林老板，
要钱还是要命，你自己掂量。爸，3000多万呀，咱们去哪儿弄这么多钱？要不咱们跑吧？跑能跑到哪儿去？完了，王氏彻底完了，20年的家底全没了。住手！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的工厂，谁准你们搬我的设备的？王建国，你少在这儿摆老板架子！你用毒酒害人，马上就要破产清算了，欠我们的酒拿不出来。我们现在把设备拉走抵债，那是止损。这些设备花了几千万，你们不能当破烂拉走。几千万？现在你这毒酒坊的东西白送都没人敢要，这是全省经销商的退货单和索赔函。你不仅设备保不住，准备好还债到下辈子赔违约金吧。爸，快叫救护车！林老弟，这次精酿大会你可是实至名归啊！不仅拿回了属于你的最高荣誉，还顺手帮整个行业清理了毒瘤。这杯茶，我敬你这位真正的双金奖大师。程总过誉了，我只是做了酿酒人该做的事。以后咱们的合作还要仰仗程总多多支持。谈什么支持？这是双赢。刚才我已经让财务把2000万的货款直接打到川酿的公账上了，你查收一下。2000万全款，程总，按规矩不是应该先付30%的定金吗？在别人那是定金，在林老弟这里，规矩我来改。林老弟的人品和手艺值这个价。林老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以后只要是我们旗下酒店向川酿下的订单，全额预付，永不拖欠账款。程总痛快，川酿绝不会辜负这份信任。爸，你可算醒了，咱们的卡全被冻结了，连大医院的住院押金都交不起，只能把您拉到这黑诊所来。哭什么？老子还没死！他林川想踩着咱们父子的尸体去当大师，做梦！爸，咱们厂子都没了，名声也彻底臭了，还拿什么跟他动啊？天无绝人之路。他林川现在不是刚拿了双金奖，市面上供不应求吗？咱们库房底不是还压着最后一批没被拉走的劣质勾兑酒吗？您的意思是，既然他不给咱们留活路，那咱们就拉他一起下地狱。你去找人，连夜仿造川酿的包装和商标。咱们就打着川酿酒坊独家经销商的旗号，把那批假酒低价铺到黑市和2线渠道去，不仅能换高利贷，只要喝出了人命，我看他林川这块双金奖的金字招牌还能不能保得住？我要让他身败名裂。这还是托了小冉的福啊！来，这瓶酒的话，它的醒酒时间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但是具体的话还是要看个人的口味。哎，好的，我再送你一瓶。谢谢啊。不客气，我先去接个电话。好的。哎，你们怎么推人呢？这是我什么老婆鞋？我亲兄弟昨天就是喝了他们家卖的这瓶酒，当场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现在人还在医院急诊室里上吐下泻洗胃呢。医生说急性甲醛中毒，再晚送去半步命都没了。你胡说八道！我们川酿的酒每一瓶都经过严格化验，用的是最顶级的原果，怎么可能让人甲醇中毒？你这是血口喷人！今天你们要是不赔到我满意，老子现在就砸了你们这块双金奖的破牌子，让你们一辈子关门大惊！大家冷静一下，你们手里的酒根本就不是从我们店里卖出去的，这是假酒！放屁！酒标上白纸黑字印着你们老板林川的名字，现在出了人命，就想轻飘飘甩锅说是假酒，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别让个女人出来挡枪，让林川那个缩头文贵滚出来当面对质！对，敢做不敢当算什么男人？赔钱！林川，我就是林川。你出来的正好，你卖毒酒害人。今天你要是不当场拿个10万块钱的赔偿金出来，我们兄弟几个就在这儿不走了，连你的店一起砸了。要赔偿可以，但在赔钱之前，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手里这些喝出人命的酒，到底是从哪个渠道、哪个批发商手里买来的？我们就是川酿买的。川酿这种连基本防伪激光号都没有的3无劣质酒瓶，我敢顶着坐牢的风险，当着每天排队这么多人的面卖给你。不说实话是吧？你看似砸酒出气，实则是想趁机毁灭证据，想死无对证。
你以为酒洒了我就提炼不出来了是吗？是城东水市场后面的宏达批发部，我们在那儿哪买的？人家说了，就是在你家进的货。怎么着？你还想过去当面对质？很好，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林总，有什么指示？陈律师，立刻带着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同志去城东水产市场后面的宏达批发店仓库查封所有的货。有人刚才当众实名举报，那里是在卖川酿给的假酒。明白，我立刻联系，5分钟内就能对目标仓库完成全面封锁。你来真的？你来真的？你不怕市场监管局连你的酒坊一起查吗？我林川行得正，坐得端，酿的每一滴酒都对得起天地良心。既然你们打着讨公道的旗号，那我就把世间鬼全请过来。今天，咱们就把这所谓的公道彻彻底底的查个底朝天。想走？保安，把人给我堵住！警察没来做完给需之前，今天谁也别想踏出这条街半步。川儿，你啥时候找的这些保安啊？咱们店里以前可没见过这些人。爸妈，冉冉，咱们川酿现在的生意越做越大，难免会招人眼红，得防着像今天这种故意找茬或者上门闹事的人。所以啊，我就找了几个保安来咱们店里帮忙。我刚才离开前台，就是因为葛叔发消息通知我新招的安保队伍到了，我出去接应了一下，刚好碰上他们这出好戏。王建国，你敢用假酒砸我的招牌，那就别怪我顺藤摸瓜，端了你最后的老窝。爸，这假酒的利润也太暴酷了，照这个速度卖下去，不出1个星期，咱们欠那些催债人的高贷就能全部还清了。可惜啊，咱们这批劣质工业酒精兑出来的酒，毒性还是差了点儿，喝了那么多人，居然没一个当场喝出人命的。要是直接死上2个，林川现在早就被抓进局子里枪毙了。是啊，害得咱们还得自己掏腰包，雇那几个地痞流氓去他店里砸场子闹事。这钱花的值，只要他们把那张甲醇中毒的假诊断书往门上一贴，再当众把假酒一砸，就算林川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他那块双金奖的招牌，今天就算彻底烂了。爸说的对，那几个混混可是专业闹事的。行了，别废话了，赶紧数钱吧。林川现在肯定被那群人围得焦头烂额，店都被砸得稀巴烂了，指不定躲在哪个角落里哭着求饶呢。痛快！走，小浩，咱们在这破仓库里憋了这么多天，也该出去透透气了。好嘞，咱们今天必须好好消费一番。今天中午爸带你去吃顿最贵的法式大餐，好好庆祝庆祝咱们东山再起。咱们今天必须好好消费一波。你们完了，怎么会这么快找过来？全完了！王建国、王浩，别动！我们接到群众和川苗酒坊实名举报，你们在这里非法制造、囤积并销售有毒伪劣假酒，人赃并获，跟我们走一趟。喂，王警官。林先生，通知你个好消息。根据你和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警方联合市监局刚刚突击查封了城东水产市场后面的宏达批发部。我们在现场查获了近1000箱伪昧仿造的川酿假酒。林建国和林浩父子俩当时正躲在仓库里分赃，被我们人赃并获，现在已经戴上手铐押回局里了。涉嫌制假售假、指使他人寻衅滋事，金额特别巨大，证据确凿。他们这次是要把牢底坐穿了。辛苦警方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后续有什么需要配合调查取证的，川酿随时待命。好的，感谢林先生对我们工作的配合。阿川，警局那边的电话怎么说？林建国父子在造假仓库被一锅端了，人赃并获，咱们川酿的这块心病算是彻底了结了。太好了，善恶到头终有报，咱们以后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做咱们的酒了。您好，川酿。您好，请问是林川师傅本人吗？我是，您哪位？我是国宴统筹采购部的。我们在近期对国内优秀本土品牌的例行筛查中，关注到了您的川酿。我们计划在下周派遣一个由专家和领导组成的专项考察组，赴您的酒坊进行深度的实地调研，请您做好准备。好的，我们随时配合考察。阿川，怎么了？是谁的电话？要来考察什么？
国宴统筹采购部，他们要来考察我们的酒，是不是有资格端上国宴的餐桌？林师傅，现在很多大型酒厂为了省事儿，都习惯用全自动化的数控系统，但你这里竟然把每一罐酒的手工溯源档案做到了这个地步，甚至连具体用了哪一亩地的葡萄都能查到。齐主任，大厂的数矿能保证不犯错的下限，但纯手工的严苛才决定了一瓶好酒的上限。酿酒是个良心活，阳光、泥土，哪怕是采摘当天的风速和湿度，都会在酒里留下痕迹。只有把这些细节抠死，酿出来的酒才有灵魂。这个品质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现在的很多名牌酒里面多了一股铜臭味和匠气的雕琢，但你这杯酒干净纯粹，喝得出酿酒人的风骨和底蕴。实不相瞒，国宴用酒的遴选向来是万里挑一，今天这杯酒让我觉得不虚此行。林师傅，我正式通知你，川料酒坊已通过初步筛查，正式列入本年度国宴指定用酒的最终候选名单。多谢齐主任。太好了，感谢您的信任，川酿定不负厚望。小川，你果然来看我了，舅舅就知道你不是那种绝情的人。狱警说你闹了好几天，非要见我一面，说吧。小川啊，舅舅以前混蛋，干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儿。这段时间在里面，我算是把人情冷暖看透了。以前那些称兄道弟的老板，现在全躲着我，连你表哥王后为了躲高利贷，连看都不敢来看我一眼。我这把老骨头在里面是真的熬不下去了。小川，律师都告诉我了，你现在出息了，不仅拿了程总的大单，连国宴的人都去考察川酿了。现在手里肯定有大笔的资金，拉舅舅最后一把。我现在在取保候审，只要你肯出钱帮我交了巨额的罚款和赔偿金，再给我出一份被害人谅解书，我最少能减刑10年啊！在你眼里，我像是乐山的大佛吗？还是巴黎圣母？等我出去，咱们重新合作。这次你当老板，我手里还有以前那些地下渠道和人脉底子，我全拿出来入股，分红我也不要55分，46不37也行，你7。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我就先走了。不，分成全归你，每个月随便给我开点工资，只要能保稳保，让我把那些催债的对付过去，不用死在这牢里就行。小川，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救舅舅一命吧。你现在居然还有脸提我妈？小川，你把这配方交给舅舅去运作，舅舅向你保证，等酒坊赚了钱，我马上给你和你妈买市中心的大房子。咱们是一家人，舅舅就算自己砸锅卖铁，也绝不亏待你们娘俩。工资，这2箱葡萄拿去吃吧。你一个酿酒工也敢跟我提股份，认清你自己的身份，别仗着亲戚关系贪多贪足。5年前你骗走我的配方时，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半年前你拿2箱烂葡萄打发我，念过亲情吗？前几天你派流氓去砸我的酒部，差点伤到我爸妈和我老婆的时候，你顾及过半点底线吗？不，小川，那是舅舅一时糊涂，舅舅真的知道错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全是你自己一手摊出来的报应。至于你说的那些地下渠道和人脉底子，王建国，在现在的川酿面前，你那些见不得光的垃圾，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小川，别这样，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没用，王浩那个白眼狼已经不管我了，你不救我，真的会死在里面的。小川，回来，你给我回来，我是你舅舅林川。老实点，看时间结束，退后。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回来啦，饭菜都备齐了。来，咱们一家人今天必须好好喝一杯。听说咱们的酒过几天还要迎接国宴统筹部的终检，哎呦，要真选上了，可真是祖坟冒青烟了。这段时间让你们跟着受惊受怕了，这杯我敬你们。阿川，今天你去探监，情况怎么样？他认错了吗？川儿，你不用顾及面子，他是我弟弟，亲疏远近，大是大非，妈心里分得清。他把你逼成那样，都是他咎由自取，不用觉得对不住我。妈，您放心，我分得清。他造假售价，数额巨大，加上寻衅滋事，律师说判决下来后，他至少面临10年的牢狱之灾，目前还在走流程，他正托人到处申请减刑。喂，王警官，有什么事吗？林先生，出事了，王建功跑了。什么？他不是被羁押在看守所吗？怎么会跑了？他今天下午在警局突发处口吐白沫，律师强烈要求保外就医。
我们按规定派人押送他去市医院急诊科做检查，结果他借着上厕所的功夫跳窗逃跑了，外面有黑车接应，绝对是蓄谋已久。林先生，王建国现在面临重判，身上还背着3000多万的高利贷，已经是穷途末路的亡命之徒，他很可能会对你们进行极端报复，你们家属这几天千万要注意安全。林老板，按照您的要求，红外感应探头已经全部接入独立的备用电源。另外，酒窖正门、后窗和通风口增加了3个微型针孔摄像头，实时信号已经与您的手机终端做了最高级别的加密同步，就算被人恶意断网，也能内网传输报警。林老板，您看一下，辛苦了。记住，这些新增的监控和安保措施，不要让任何人看出来，包括我们自己的新员工。明白，绝对隐蔽，外表看跟普通的线路维修没区别。阿川，你觉得他真的敢来？他现在可是通缉犯，警察满世界在抓他，一旦在这露面，那可是自投罗网。冉冉，永远不要用正常人的逻辑去揣测一个输光了所有筹码、背着几千万高利贷的亡命徒。但只要我林川站，绝不允许我的家人、我的心血因为一时的疏忽而受到任何伤害。王建国，与其日夜防贼，不如布下这天罗地网，就等来钻了。爸，够了！蛇头那边已经联系好了，今晚凌晨的黑船偷渡出国，咱们赶紧走吧。要是现在去放火，伙食一起把全城的警车和消防车全引过去，把路一封，咱们就彻底走不掉了啊！走？就这么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灰溜溜的夹着尾巴滚出国？我不甘心！他林川算个什么东西？以前就是在咱们手底下讨饭吃的一条狗，凭什么我现在一无所有成了通缉犯，他却能名利双收，连国宴的人都上赶着去求他？我不把他彻底毁了，我这辈子死都闭不上眼。可是放火太危险了，万一被抓住，我看着他长大的，我比谁都了解他。川酿后院那条巷子是个死胡同，监控全都是瞎的。等火烧起来，酒窖里那几百坛高浓度原浆就是最好的助燃剂，神仙都救不灭。等消防队赶到，咱们早就坐上偷渡的船出了公海了。哼，换了铁门也没用。小浩，把桶盖拧开，顺着通风口和门底缝隙往里灌，只要火星子进去，里面的酒精一炸，全得给它烧成灰。啊！怎么回事？老实点，走，趴下。警察都不许动，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我没倒汽油，我什么都没干，都是他逼我的。老实点，放开我！林川，林川，你个小畜生，你敢阴我？你早就知道我会来，对不对？又见面了，王建国。林川，你早就设好了套等我钻是不是？你个六亲不认的小畜生，你不得好死！林老板，今天多亏你未雨绸缪，提前向我们报备，还接入了酒窖周围的隐蔽实时监控网，否则今晚这火要是烧起来，后果不堪设想。越狱潜逃，再加上这纵火未遂、危害公共安全的重罪，人赃并获。警民合作，应该的。这大雨天的，辛苦王队和各位警官了。这回你们父子俩就准备在里面把牢底彻底坐穿吧。带走。表哥，表哥，我错了，都是我爸逼我干的，你饶了我吧，表哥，表哥！啊！被告人王建国王浩为谋取非法利益，制造并销售有毒伪劣产品，数额特别巨大。其后，被告人王建国在羁押期间越狱潜逃，并伙同被告人王浩携带高危助燃物潜入他人经营场所，蓄意纵火，企图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数罪并罚。现判决如下：判处主犯王建国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从犯王浩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20年，这是要让我死在监狱里啊！我错了，我还年轻啊，都是王建国逼我干的，是他毁了我一辈子啊！好酒，这个层次的酒，复杂的果香与陈酿的厚重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完美平衡。实不相瞒，我在国内评审了这么多年，极少见到如此干净、纯粹、带着酿造者风骨的作品。感谢各位评委喜欢，是川酿的荣幸。林川同志，你的酒确实无可挑剔，但是国宴用酒代表着大国形象和国家最高礼仪，一旦遇到极其重大的外事活动，需求量会在短时间内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我想问你，如果有一天组委会下达的任务量远远超出了你川酿酒坊现有的极其严苛的纯手工产能，为了按时交货完成上级任务，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妥协，你必须缩短发酵周期，或者降低对原果的苛刻筛选标准。当国宴的庞大产量需求与你个人的酿造底线产生剧烈冲突时，你
会怎么处理？保质还是点亮？我会先与组委会进行充分的沟通，想尽一切办法调配最顶级的资源。但如果最终要我以降低品质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产量，那么我会如实向组委会报告无法完成任务。我宁可交不出一滴酒，也绝不会把一瓶连我自己都不认可的残次品端上国宴的餐桌。这是川酿的规矩，更是我作为一个中国酿酒手艺人绝不能退让的底线。林川同志，今天的评审到此结束，你先回去等消息吧。辛苦各位评委。阿川，怎么样了？评委们怎么说？这终审算是过了吗？我可能把事情搞砸了。你没有搞砸，你做了最正确的决定，坚持酿酒初心。阿川，咱们能从一个快倒闭的小作坊，一路披荆斩棘闯到国宴的终审大门前，已经极其了不起了。就算这次真的没有被选上，大不了咱们回去继续好好卖酒，以后总还会有机会的。不管外界怎么评判，也不管这酒能不能端上国宴的餐桌，在我心里，你酿的酒永远是这世上最好的酒。阿川，信到了，组委会的最终结果到了。应国宴统筹采购部综合评审与多轮实地考察，川酿酒风精酿系列正式入选本年度国宴指定用酒名单。川酿酒坊真的做到了。冉冉，我做到了，我酿的酒成了国宴指定用酒。这段时间你做账辛苦了，那咱们今天早点下班，去市中心的售楼转转转，挑个好点的3室1厅，留一间大次卧，以后你爸妈过来住也方便。3室1厅可不够，得要4个房间。4个房间？那给你做个大的衣帽间。阿川，你要当爸爸了。冉冉，你说真的？我要当爸了，我要当爸爸了。您好，川酿。Hello， 请问是林川先生吗？我是欧洲最大的连锁餐饮集团埃克菲的全球采购部负责人。我是林川，您有什么事吗？林先生，我们在省精酿大会的国际转播频道里看到了您的参赛酒，我们总部的品酒大师对川酿的东方古法工艺极其惊叹。我们非常希望能和您进行跨国洽谈，建立长期的独家出口合作，将川酿引进整个欧洲市场。阿川，你听到了吗？我们的酒不仅端上了国宴，还要卖到国外去了。川酿真的走向世界了。川酿会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